本小节我们就来编写代码，完成上一小节演示的3个示例程序啊。首先我们需要先搭建一下面包板的电路，我会把每个代码的接线图都放到工程文件夹的第一个文件夹里啊，大家可以下载程序源码的文件查看。我们打开接线图，打开3-1 LED 闪烁的图片，这就是本节第一个程序的硬件电路。那我们拿出面包板，把正极的红线朝上啊，注意别拉反了。然后拿出 STM32 最小系统板，在这里按照图示位置，上边和右边留2个孔，下边留3个孔，然后插到面包板上。接着拿出跳线，将最小系统板的正负极引到面包板的供电引件上，这样上下4排供电引件就可以通过最小系统板获取电源了。这里 G 引到负极， 3.3 引到正极，下面也是一样啊。跳线连接完成后，我们把 ST-Link 按照上面的引脚标识符连接到最小系统上。这里引脚并不是按照顺序来的啊，注意别插错线了。我们这整个系统的供电是 ST-Link 的 3.3 伏接到最小系统，然后最小系统又通过跳线接到上下4排的供电孔的。最后我们拿出一个 LED， 长角正极接到正极供电孔，短角负极接到 PA0 端口上。这里使用的是低电平点亮的操作方式，为了方便就没有接线流电阻啊。这样我们的硬件电路就搭建完成了。我们把 ST-Link 插到电脑上，这里的电源灯亮起。好，那我们打开 K55 软件，然后新建一个工程。这里新建工程比较麻烦，我再给大家快速演示一遍，以后我们就直接复制现有的工程了。那我们点击 Project New Project， 选择存放工程的文件夹，在这里再新建一个文件夹。我们可以按 Ctrl+Shift+N 快捷键新建文件夹，然后起个名字叫3-1 LED 闪烁，点进去起个工程名叫 Project， 保存。接着选择芯片 STM32F103C8， OK， 这个窗口擦掉哈。然后在文件管理里打开我们的工程文件夹，再新建3个文件夹，分别叫 Start、Library、User。打开固件库文件，找到启动文件，按 Ctrl+A 全选，再按 Ctrl+C 复制，然后把它们放到 Start 文件夹下，再找到 STM32F10X 和 System 的2个文件， Ctrl+C 复制，粘贴到 Start 文件夹下，再找到 Core-CM3 的2个文件，复制，粘贴到 Start 文件夹下。这样 Start 文件夹的文件就复制完成了。然后找到标准外设驱动的文件夹，打开 SRC， 全选复制，粘贴到 Library 文件夹下，然后打开 INC， 全选复制，也粘贴到 Library 文件夹下。这样 Library 文件夹的文件也就复制完成了。最后打开 Project 文件夹，
然后打开后缀是 template 的文件夹，按住 Ctrl 键，选择这里的 main、conf 两个 IT 文件，复制，粘贴到 user 文件夹下。这里 main.c 我们也直接复制过来哈，这样就不用再新建文件了。到此为止，我们的工程文件就复制完成了。然后回到 Q， 点击这个3个箱子的工程文件管理按钮，把默认的这个组擦掉哈。点这个按钮，再新建3个组，叫 Start、Library、User， 然后选中 Start， 在右边点击添加文件，打开 Start 文件夹，文件类型选所有文件，首先添加后缀为 MD 的启动文件，然后按住 Ctrl， 把其他的.c 和.h 文件都选中 ，Add， 这样 Start 组里的文件就添加好了。然后是 Library， 点添加文件，打开 Library 文件夹，文件类型选所有文件 ，Ctrl A 全选 ，Add， 这样 Library 组里的文件就添加好了。然后是 User， 添加文件，打开 User， 文件类型选所有文件，全选 Add， 最后点击 OK。这样我们工程里的组和文件就都添加好了。接着点击魔术棒按钮，打开工程选项，选择 C、C++， 在 Include Passes 栏，把我们自己建的文件夹路径都添加进来。Start、Library、User， 然后 OK， 在 Define 栏写上USE 使用下划线 STD 标准 PERIPH 外设下划线 DRLVER 驱动这个字符串。最后是 Debug 调试器选择 STLink， 然后设置 Flash 下载，勾上复位并执行这个勾，最后确定 OK， 这样工程选项就配置好了。接着我们打开这个 main.c，把它这里面的原来的代码全都删掉啊，然后右键添加头文件，写上主函数，这样整个工程就建好了。我们编译测试一下。没有错误，没有警告哈。然后下载测试也是没有问题的。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个小工具啊，我把它放到了工程的第2个文件夹里。这个东西是一个批处理文件，它可以把工程编译产生的中间文件都删掉。我们可以把它复制到工程文件夹里，放在这里。因为这个工程编译产生的文件比较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LED 闪烁的工程就有20兆，这里主要占空间的就是 listing 和 objects 这2个文件夹，这些都是工程的中间文件。如果你要把工程分享给别人的话，可以先双击一下这个批处理文件，这时它就会把这些中间文件都删掉。我们再看一下，这样就只要2兆左右的大小了。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文件夹打包，把工程分享给别人了。好，那我们回到 Q， 正式开始点亮一个 LED。上节课我们也介绍过，操作 STM32 的 GPIO 总共需要3个步骤。第一步，使用 RCC 开启 GPIO 的时钟；第二步，使用 GPIO init 函数初始化 GPIO；第三步，使用输出或者输入的函数控制 GPIO 口。在这里总共涉及了 RCC 和 GPIO 2个外设。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2个外设都有哪些库函数吧。我们可以在 Library 中找到 RCC.h 这个文件，双击打开，然后拖到最下面。在 .h 文件的最下面，一般都是库函数所有函数的声明哈。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RCC 有很多的库函数，但实际上这里的大部分函数我们都不会用到，我们最常用的只有这3个函数 RCC AHB 外设时钟控制、RCC APB2 外设时钟控制、RCC APB1 外设时钟控制。我们可以右键跳到定义啊，然后这里提示没有信息啊，这是因为我们刚才把中间文件都删掉了。那我们重新编译一下，再跳转，这时就来到了点 C 文件里的函数定义，上面这有函数的介绍。这个 AHB 外设时钟控制的函数就是死能或者失能 AHB 外设时钟的。下面介绍第一个参数就是选择哪个外设。这里说 STM32 互联型的设备可以在这个列表选择，其他设备在下面这个列表选择。接着第二个参数就是 enable 或者 disable。然后下面的 APB2 外设时钟控制和 APB1 外设时钟控制都是一样的操作方法。第一个参数选择外设，第二个参数死能或失能。如果你不清楚哪个外设是连接在哪个总线上的，还可以在这个列表找一下哈，列表中出现的就肯定是这个总线的外设，对吧？那 RCC 的库函数就介绍完了，最主要的就是这3个函数，其他的函数基本都用不到。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GPIO 的库函数，我们打开 GPIO.h 的文件，然后拖到最后，这些就是 GPIO 的全部库函数了。我们目前需要了解的就是前面的这些函数。第一个就是 GPIO.delete， 参数可以写 GPIO-A、GPIO-B 等等。调用这个函数之后，所指定的 GPIO 外设就会被复位啊，这就是这个函数的用途。第二个 AFIO.delete 也是一样，可以复位 AFIO 外设，这个 AFIO 我们后面再讲。接着第3个 GPIO-elite 就是非常重要的函数了，这个函数的作用是用结构体的参数来初始化 GPIO 口。我们需要先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然后再给结构体赋值，最后调用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内部就会自动读取结构体的值，然后自动把外设的各个参数配置好。这种 elite 函数在 STM32 中基本所有的外设都有啊。一般我们初始化外设都是使用这个 elite 函数来完成的。然后第4个是 GPIO-struct-elite， 这个函数可以把结构体变量赋一个默认值。接下来这4个就是 GPIO 的读取函数了，然后下面跟着的4个就是 GPIO 的写入函数，这些函数就可以实现读写 GPIO 口的功能。然后剩下的这些函数呢，我们暂时不会用到，所以这里面重要的函数就是 GPIO-elite 和这8个读写函数。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用这些函数来操作 GPIO 吧。我们回到 main.c 文件，首先调用的是 RCC 里面的 APB2 外设时钟控制函数，我们复制粘贴到这里，然后右键跳转到定义，我们需要点亮 PA0 口的 LED， 所以选择 RCC APB2 外设 GPLA 这一项，放到第一个参数，然后继续。第二个参数选择 enable， 放到第二个参数，这样时钟就开启了。接着调用 GPIO-elite 函数，跳转定义，第一个参数选择 GPLA，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结构体哈，我们先把结构体类型复制下来，在 GPIO-elite 上面粘贴，起个名字叫 GPIO-elite structure。这里这个结构体实际上也是一种局部变量哈，在有些老的编译器，它要求所有的局部变量定义必须放到函数的最前面哈。如果你的编译器是这样的话，就需要把这一行提到最前面去。那我这个编译器是支持在函数中间定义变量的，所以就放在这个位置。接着我们复制结构体名字，用点把结构体的成员都引出来。然后还是一个套路，
右键跳转，看一下说明，复制粘贴一下参数。这样看上去库函数还是很简单的，是吧？基本上都是复制粘贴，复制粘贴，这就印证了程序员的最高境界 ，Ctrl+C，Ctrl+V 走天下，对吧？那我们选择这个 GPL Mode Type Define，Ctrl+F 搜索一下，然后这里就是 GPL 的8种工作模式 ，AIN 是模拟输入 ，InFloating 是浮空输入 ，IPD 是下拉输入 ，IPU 是上拉输入 ，ALT-OD 是开漏输出 ，ALT-PP 是推挽输出 ，AFOD 是复用开漏 ，AFPP 是复用推挽。那我们点灯用的是推挽输出，所以复制 Alt-PP 这一项，粘贴到 GPL Mode 这里来。接下来 GPL Pin 选择引角，我们继续右键跳转，这里 GPL Pin 有多个定义，我们选择 Member 这一项，然后选中这个 Ctrl+F。这里因为我们用的是 GPLA 外设的0号引角，所以选择 GPL Pin 0，放到这里。接着第3个还是一样的套路输出速度选择50兆赫兹就行了。最后把 GPL 初始化结构体的地址放到 GPL Elite 的第2个参数，这样初始化就完成了。当这个 GPL Elite 函数执行完，这个 GPLA 外设的0号引角就自动被配置为推挽输出50兆赫兹的速度了。它内部的主要执行逻辑就是读取结构体的参数执行一堆判断和运算最后写入到 GPL 配置寄存器。至于操作的细节，我们就不用再关心了。那到现在 GPL 初始化就已经完成了，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使用 GPL 的这些输入输出函数了。本小节先介绍这4个 GPL 的输出函数。第一个 GPL setBits， 第一个参数是 GPLX， 第2个参数是 GPLPin。这个函数可以把指定的端口设置为高电平。第2个 GPLResetBits， 参数和上面的一样这个可以把指定的端口设置为低电平。第3个 GPLWriteBit， 这个函数有3个参数，前2个也是指定端口的。第3个是 BitValue， 这个是根据第3个参数的值来设置指定的端口。第4个是 GPLWrite， 第一个参数是 GPLX， 选择外设。第2个参数是 PortValue， 这个函数可以同时对16个端口进行写入操作那我们分别来用一下试试。首先试一下 ResetBits， 可以看一下函数说明第一个是 GPLX， X 可以是 A 到 G， 第2个是要写入的 GPLPin X， X 可以是0到15。那我们就写入 GPLA GPLPin 0，这样就行了。编译一下，没有错误下载看一下，可以看到这个 LED 就已经点亮了，这说明我们端口配置的没问题而且 PA0 已经输出了低电平。那我们再换 GPL setBits 函数试试，这个参数是一样的，不用更改编译下载。可以看到 LED 就已经熄灭了。然后我们再试一下第3个函数 GPLWriteBit， 这里前2个参数也是一样的。第3个参数我们转到定义看一下，第3个参数的介绍是指定写入的数据值，这个参数可以是 BitAction 这个枚举中的一个值BitReset 是清除端口值，也就是至低电平。BitSet 是设置端口值，也就是至高电平。我们先复制一下 BitReset， 放到这里，编译下载。可以看到 LED 又亮起来了。再把这个改成 BitSet， 编译下载。可以看到 LED 又熄灭了。
这就是这3个函数的用法。那第4个函数我们下一个历程再介绍啊。接下来我们先来完成 LED 闪烁的任务。为了实现 LED 闪烁，我们就需要在主循环里写上点亮 LED 延时一段时间，熄灭 LED 延时一段时间，这样的逻辑是吧？点亮 LED 我们可以用这一句改成 bit reset， 这样就是点亮 LED 了。然后复制一下，改成 bit set， 这就是熄灭 LED。那中间呢，需要加2个延时函数来进行一段延时。这里我已经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延时函数代码啊，在工程的第3个文件夹里。这2个就是延时函数的模块，我们先把它们添加到工程里面来。那我们先复制，打开 LED 闪烁的工程，这里再新建一个文件夹，名称可以叫 System， 存放系统的资源，然后把 Delay 粘贴到这里，回到 KO 软件，点击3个箱子的按钮，添加组也叫 System， 把它往上挪个位置哈，然后右边添加文件，打开 System， 把 Delay 的2个文件添加进来，然后 OK， 这样 Delay 文件就添加完成了。最后别忘了点击魔术棒按钮，添加这个新文件夹的头文件路径，这样就完成了。我们可以打开 Delay 点去看一下，这里就是3个延时函数，分别是微秒延时、毫秒延时和秒延时。打开点 C 文件可以看到这些函数的定义啊。这里是用 SysTick 定时器来实现的延时，具体怎么实现的大家不用管的。这个延时函数一般都是直接拿来用就行了，不需要修改什么。那我们回到 main.c， 使用这个延时函数模块，需要先在上面写上井号 include delay 点去，然后复制毫秒延时函数放在这里，参数给500，这样就可以延时500毫秒了。然后复制一下，下面这里也给500毫秒的延时。我们试一下编译，没有错误。下载，我们看一下，这时 LED 就开始闪烁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延时改短点，比如100毫秒，编译，下载，这样 LED 就闪得更快了。这就是第一个 LED 闪烁的代码了。这里先把100改回成500哈。这里除了 WriteBit 函数外，还可以用 setBits 和 resetBits 来实现。那我把它们都写上哈，给大家参考一下。首先是 GPL resetBits， 点亮 LED， 参数是 GPLA、GPLP0， 接着 delay 毫秒延时，参数给500。然后 GPL setBits 熄灭 LED， 参数也是 GPLA、GPLP0， 接着还是延时500毫秒，这样也可以实现 LED 闪烁。编译下载，我们看一下，这样也是可以闪烁的哈。最后大家可能觉得调用这些函数只能填它给的指定参数啊。如果我们非要给一个数，1是高电平，0是低电平，这样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复制一下这个 WriteBit 函数，然后把 bit reset 改成0， bit set 改成1。但如果直接这样编译的话，会有2个警告哈，说的是枚举类型中混入了其他类型的变量，所以如果想直接写1和0的话，需要在这里加上强制类型转换，把1和0类型转换为 bit x 型的枚举类型。
这样再编译就没有问题了。然后下载，这样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最后我们再研究一下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的驱动问题。我们把这个 LD 拔掉，然后把长角插到 PA0 口，短角插到负极，这样 LED 就是高电平点亮的方式。可以看到 LED 也是正常闪烁哈，说明在推挽模式下，高低电平都是有驱动能力的。那我们把这个端口的模式换成 Alt-OD 开漏输出模式啊，编译下载，可以看到 LED 就不亮了。现在 LED 还是高电平点亮的方式 ，LED 不亮，说明开漏输出的模式高电平是没有驱动能力的。我们把 LED 再改回低电平驱动的方式，可以看到 LED 又亮起来了，这说明开漏模式的低电平是有驱动能力的啊。这就印证了我们上一小节讲的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的特性。推挽输出高低电平均有驱动能力，开漏输出高电平相当于高阻态，没有驱动能力，低电平有驱动能力啊。那我们把这个改回推挽输出，一般输出用推挽模式就行了，特殊的地方才会用到开漏模式。好，这就是 LED 闪烁代码的全部内容了。我们关掉 Kill 来看一下第二个代码 LED 流水灯。先来看一下接线图啊，这里需要拿出8个 LED， 正极都插到正极的供电孔，负极依次插到 PA0 到 PA7 的端口。那我们来插一下电路，这里可以先插两边的 LED 哈，然后掰弯一下，再插中间的 LED， 这样方便一些。插完电路后，我们复制一下 LED 闪烁的工程，改个名字叫 3-2 LED 流水灯，这样直接复制现有工程，就不用再费时间新建工程了。那我们双击这个带有 Kill 图标的文件，这样就可以打开工程了。然后我们来修改一下这个代码，实现 LED 流水灯的程序。在这里第一句打开 GPLA 的时钟，因为我们连接的都是 GPLA 的端口，所以第一句不用变的。接着初始化端口的这一部分，这里只初始化了 GPLO 的0号端口，我们流水灯用的是 GPLA 的0到7号端口，所以这里要加一些端口。那怎么加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在 GPL pin 0后面加上或 GPL pin 1，再加上或 GPL pin 2，这样就可以一次性把3个端口都初始化了。为什么可以这样来使用呢？我们转到定义看一下，这里可以看到 pin 0对应的数据是 0x0001， 然后 pin 1、pin 2、pin 3依次为 0x0002、0x0004、0x0008。如果把这个16进制换成2进制的话，就是00000000000001，然后是0010、0100、1000，在这里每个端口对应一个位哈。如果把它们进行按位或的操作，比如 pin 0、pin 1和 pin 2按位或，那结果就是0111，这样就相当于同时选中了3个端口，这就是按位或的操作逻辑。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GPL pin all， 它对应的数据就是 0xFFFF， 也就是所有位都为1，这样就相当于选中了所有的音调。在这里除了这个 GPL pin 可以用按位或的操作方式外，这个时钟控制的这一项也是可以用按位或的操作方式来选择多个外设的。你看它这里的定义也是一样的，数据的规律是每一位对应一个外设。还有这个 GPL set bits， 这里也可以用按位或选择多个音调。
这样就能同时设置多个引脚了。所以这个函数名字也多了个 s， 叫 setBits 啊。resetBits 也是一个意思。在这个函数介绍里也写了，这个参数可以是 GPL pin x 的任意组合，说的就是这个方式哈。那介绍完暗位或的这种操作方式，我们就可以在这里使用暗位或把这8个引脚都选上哈。当然这里我就直接写 GPL pin all 了，这样就把16个端口全部配置为了推往输出模式。然后是主循环里面，我们先把这些删掉。现在为了同时控制16个端口，我们就可以使用 GPL write 这个函数了。我们复制过来，第一个参数是 GPL x， 我们直接写 GPL a。第二个参数我们转到定义看一下，这里写的是指定写到输出数据寄存器的值。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第二个参数就是直接写到 GPL 的 ODR 寄存器里的，所以我们可以写 0x0001， 对应二进制就是0000000000000001。因为 C 语言不支持直接写二进制啊，所以这里只能转换为16进制来写。这16个二进制分别对应 PA0 到 PA15， 总共16个端口啊。最低位对应 PA0， 然后往上依次是 PA1、PA2 一直到 PA15。因为是低电频点亮，所以前面再加一个暗位取反的符号，这样就是第一个 LED 点亮，其他都熄灭了。接着 delay 500毫秒，然后复制一下，然后这里依次改为02，这里对应二进制就是0010、04、0100、08、1000、10，这里是0001、20、0010、40、0100、80、1000，这样就行了。高8位我们暂时不用哈，我们编译看一下，没有错误，下载，可以看到 LED 依次点亮。如果想快一点的话，这里可以改成100毫秒。再试一下，现在就快一些了。如果你想换一种形式的流水灯，这里的数据对应更改一下就行了，或者定义一个数组，依次取出数组中的数据来进行花式点灯，这都是没问题的。在这里我就不过多的演示了哈。那我们第二个程序 LED 流水灯到这里就完成了。接下来是第3个程序分明器。通过前2个程序的学习，这个就应该简单多了吧。我们先看一下接线图，这个 VCC 正极接到正极供电孔， GND 负极接到负极供电孔，然后 L 控制极就随便选择一个 L 口接上就行了。这里我选择的是 PB12 号口。那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 A15、B3、B4 这3个口大家先别选。我们从引脚定义图可以看到，这3个口默认是 JTAG 的调试端口，如果要用作普通端口的话，还需要再进行一些配置。我之前在使用的时候就没注意到这一点啊。我说我明明已经配置好了这3个端口，怎么就不输出呢？最后才发现这3个是调试端口啊。好，那我们就来连一下电路。首先拿出分明器模块和3根公对母的杜邦线，带孔的这一端插在分明器上，另一端橙色的是 VCC 插在正极供电孔，灰色的是 GND 插在负极供电孔，红色的是控制角插在 PB12 号口。这样我们硬件电路就完成了。我们给 PB12 输出低电频，分明器就会响，输出高电频，分明器就不响。那我们复制一下 LED 闪烁的程序，改个名字叫3-3分明器，打开工程，
这里程序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会写了吧。首先是时钟，因为我们用的是 PB 口，所以这里改为 GPLB， 然后是端口 PB12 号，所以这里是 Pin12。端口模式仍然是推晚输出，速度50兆。初始化这里也应该是对 GPLB 的初始化。到这里我们的 PB12 号口就已经初始化好了。然后是输出，我们把这些先删掉啊。这两个地方都改为 B12， 这就完成了。我们看一下，编译、下载，可以听到分频器已经在响了哈。我们让它换个响的模式啊，这里改成这样，复制一下，响100毫秒，停100毫秒，再响100毫秒，再停700毫秒。编译、下载，这样的声音就和我们最开始演示的一样了哈。那最后再给大家介绍几种使用酷函数的方法。那第一种就是像我这样，先打开点去文件的最后，看一下都有哪些函数，然后在右键转到定义，查看一下函数和参数的用法。这里全都是英文的，如果看不懂的话，借助一下翻译软件就行了。比如我这里打开有道词典，然后把这个画词的勾勾上，再选中这个英文，就可以出现中文释义了，使用还是非常方便的。第二种呢，就是打开我提供资料文件夹里的这个酷函数用户手册，这里面有所有函数的介绍和使用方法。这个文档是中文的，看起来比较好理解，而且这个函数下面都还给了例子，要用的话直接复制过来就行了。不过这个用户手册的版本并不对应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酷函数的版本啊。我们看一下，我们使用的酷函数是 V3.5.0 版本的，这个用户手册是老版本酷函数的，所以有部分用法会有些出入，但是整体上的差异都不大，参考这个用户手册也是没有问题的。那 V3.5.0 的酷函数有没有这样的用户手册呢？我从网上了解的是，目前还是没有的。ST 公司并没有发布 V3.5.0 版本的酷函数用户手册，而是在这个固件库压缩包中给了这样的一个帮助文档，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可以找到 GPIO 这一节，来看一下。这种帮助文档可以像这样跳来跳去的啊，如果你习惯这种方式的话，也可以参考这个文档。不过这个只有英文的版本。那最后一种方式呢，就是百度搜索，参考一下别人的代码。我们可以打开百度，搜索 STM32 GPIO， 这里都有介绍哈。我们搜索一下 GPIO 初始化程序，可以点开看看。这里都有例子哈，直接参考一下，拿过来用就行了。像我在学习 STM32 的时候，也会经常去参考别人的程序哈，要不然怎么知道该用哪些函数呢，是吧？好，那我们本小节的任务到这里就全部完成了，我们下一小节再来继续学习 GPIO 的输入部分。